Hello，大家好，我是爱分享美股知识的 Lucy。又到周末了，咱们抓紧时间聊聊这周的股市复盘，干货满满，机会千万别错过。新朋友记得先点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今天是2025年的8月17号，我们来聊一下美股的一个行情走势。先看一下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现在呢，纳指属于一个横盘震荡，在等待方向的一个选择。那下一周的话呢，我们就静待它的一个方向出现。那第二个方面呢，会讲一下特斯拉、英伟达、Coinbase 还有 CRM 的一个机会，阿斯麦我们本周跟踪的一个这个结果。那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分析一下 SMR 和 BBAI。那今天呢，也会给大家讲到。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纳指呢都经历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从4号 K 线一直到8号 K 线呢是本周的5根 K 线。那从4号开始呢，它是在一个试探 21,457.48 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第二天呢就直接跳到这样的一个线上了。那等于说这一条线呢是一个承压互换线。那么我们这一周参考的一个点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点位。那其实呢连续4天的话它没有跌破过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4天的话其实呢是出现了5、6、7的一个黄色 K 线，也就是说纳指的话在这一阶段呢其实是一个超买的一个动作。那么在星期五的话呢，它是有微微跌破了这根黄 K。正常情况通过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呢，应该是需要减仓的这是8号 K 线呢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但是 Lucy 呢这边要给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其实我是在周4的一个盘前呢有给大家去做一场直播，当时就讲了说这样的一个图形呢，其实怕它出现一个顶分型，但是呢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没有出现顶分型呢，是我的一个判断呢是在这个白色的一个线，这根白色的线呢是均线MA5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它现在指数呢是沿着5日均线的一个上行，所以说它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顶分型。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通过8号和7号 K 线呢可以看到8号 K 线呢是有微微跌破7号 K 线。其实这个过程呢，我们是需要用一个动态的一个分析来去做参考的。首先呢，它是没有跌破这个5日均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有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是这个位置要去看21,400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那如果说下一周的话，周一那要出现9号 K 线的话，它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它不能跌破5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2个防守的一个位置。那第一个防守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根 K 线呢，它是不能被跌破的。如果说跌破的话呢，其实趋势的话就有一点点拐头的一个意思了。那第二个点位呢，其实就是5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也就是21,681.9这个位置。也就是下一周的话，如果说它的一个收盘是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的话，等于说9号 K 线呢又收上去了。它的一个高点呢，就是要比这个21,800这个位置要高，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呢，其实比较关键，也就是 Lucy 所说的这个横盘震荡之后的一个选方向，它才能出现最后的一个结构9。如果说它不能跌破这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呢9号 K 线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下一周的话就要看它周一的一个 K 线呢是如何的一个定调。那么周末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说一些这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包括这个俄乌这个会面呢也是充分的这个积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纳指下一周的话还是可以去期待一下。当然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这个发言，这个呢就是纳指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2个点位呢，大家要记得就是要去看它的一个进退。那如果说这个位置21,457这个位置不破，那它还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可能。那如果说它跌破了的话，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彩虹带的它的一个边界呢，就要去看它能不能守得住了。那这一轮如果要是再出现回调的话，那它的一个幅度就会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图。那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呢，特斯拉它在上一周经历了一个过山车的一个行情，等于说这一天是周一呢，它是站上了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支撑线。那么经过4天的一个走势呢，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运行轨迹。那周五的话呢是跌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说特斯拉呢，如果说真的比较积极的一个短线投资者呢，他在这个过程是可以赚到钱的，但是呢赚到的一个空间就不会很大。那么它现在呢也是止步于这一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1/2的一个位置这个区间，所以说呢它现在特斯拉它又回落了，而且呢它来到了这个 Lucy 之前有讲过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它这个支撑一个是334，另外呢是325，所以它现在呢周五的话是比较接近了。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回踩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有没有上车。那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能不能参与的话，我再想跟大家再去分析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等的是一个止跌信号的一个出现。那止跌信号呢，我们知道除非呢是有这种，比如说它现在是一根阴线，那么下一周呢是高过这一个阴线的话，比如说出现一个阳线，那这就算一个止跌信号的一个组合。那另外呢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单根的一个这个探底的一个 K 线的话，它也是可以的。所以说特斯拉呢它也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包括呢反包的这种止跌走势也会有，因为特斯拉它本身股性就是比较活跃的像这种走势都算。所以说下一周的话，我们就等待这样的一个阳线出现，你再跟进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回调其实是机会。那在这个过程呢，为什么我会比较笃定说它跌下来呢是机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线是我用的比较多的，是机构成本线。它每一次跌到机构成本线的时候，它都会反弹。那包括这一次也是。那所以呢，接下来的一个走势情况呢，因为彩虹带已经这个彩虹带是紫色的，多方比较占优，而且呢这个彩虹带已经是上穿了这个机构成本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只要等一个 K 线的一个信号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上一周 Lucy 给大家讲的 MACD 的一个用法，现在呢是2条线都在一个0轴的一个上方，就是比较积极的，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区间。所以说它只要股价再向上的话，它会出现那种就是柱体会放大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就是特斯拉。那我们其实看一下它的一个月线呢，也会给大家一些这个启示，就是说我们白色框框内这种是这个阳线，而且呢它比较好的一点是它站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方，等于说这一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信号比较积极的。你像这种情况它出现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或者是下方的这个边界呢，它出现了一个反转的一个 K 线的话，它就会连续涨2个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短期这个日线你当然是不用愁了，因为这个月线已经出现了一个拉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现在就是等待一个日线的一个低点呢去参与就可以了。当然呢还是同样的就是说纳指它在不是大幅回调的情况下呢，特斯拉它能否走出这种独立行情呢，我们还是要根据日线的一个走势情况来定，就是仓位呢不要太重。那这个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咱们有新加入的粉丝朋友呢，那 Lucy 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 Lucy 在我们的一个财生频道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会写到一些文字去跟踪我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那如果说你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呢，那 Lucy 会给到大家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可以去找我的助教老师去领取。那还有第2重福利呢，就是喜欢期权的粉丝朋友们呢， Lucy 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期权入门课程和实战交易分享，会在我的一个这个会员视频里。那如果说你点击加入成为 Lucy 的超级露露粉，不但能看这个专属的期权知识视频，还会给大家多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个30天的一个体验期。其实交易期权是有方法的如果说想学的话，就不要错过机会了。那下周呢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还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的为期5天的一个课程，都会在香港时间上午10点为大家去
讲解啊这个关于技术分析的一些这个技能。如果说想提高的朋友呢，可以去订阅本周的一个课程。那像这个龙头利润之神龙摆尾8月21号这个课程呢，是由 Lucy 主讲的。那上一周的一个课程呢，是讲到了 MACD 的一个顶背离。那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反馈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想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朋友呢，那你赶紧报名方式是戳下方的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口令是利润2个字，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份这个大礼包领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那最近呢，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情况呢就不是很乐观因为在这个过程呢，它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空间是幅度是比较小的。那最低呢，它会去到这个175甚至低一点。但是呢，只有1天之后它就收回了。但是它的一个震荡空间呢是175到184这个空间其实呢也就10块钱5%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其实没有说太多的一个交易机会。那为什么把这个英伟达呢拿出来去讲一下就是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英伟达它连续的一个4天呢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高点，而且呢连续4天的话，它的一个低点呢是已经刷新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下一周的话其实是比较关键的，因为 Lucy 看到了这个周线的一个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这个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如果说从周线能看到我们的一个三彩童子的话，其实呢它有可能会进行一个调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它已经连续的一个17周的一个上涨。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8号 K 线的话，它就是一个十字星，而且出现了一个高点。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如果9号 K 线只要它不跌破5号 K 线的，就会出现一个这个9号 K 线了。所以呢，在这一周的话，如果说它不跌破5号 K 线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现在的一个三彩童子呢，就出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现在持有英伟达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操作。当然我们下一周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位置呢，其实Lucy 给大家画出来了，就是这个白色的一个虚线。它这个价格呢，应该大概是在178左右的一个位置。当然它的一个参考呢，其实就是这一根阴线的一个低点。所以说如果说它下一周的话踩破了这一条线的话，出现了一个下跌，那当然呢它有可能会跌破我们的一个彩虹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共振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英伟达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看到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去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8月16号是宣布了将对这个进口芯片征收呢最高300%的一个关税。那8月18号的话就可能会实施，也就是下周一那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其实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指数呢是跌了2%其实呢指数跌2%的话是比较多的了。那英伟达呢，它其实下跌的一个幅度也不是很大，1%。但是呢，它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就是周线的一个资金流出的话，就不太好。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分析。像它这个黄仁勋呢，其实是有去争取他的一个利益的。AI 芯片的话是可以有特殊待遇的，当然呢就是交钱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知道，如果说关税的一个影响的话，不让这个 H20 这个对华销售的话，其实呢2季度的话，英伟达是计提了55亿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两害取其轻的话，上交15%呢，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选择了AMD 和英伟达呢都同时选择了这个上交15%的这个收益。但是这个情况呢，其实无论如何都会这个计提在报表里面。你如果说上交15%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营收的话就会比较少了。那等于说就是我没有说这个计提55亿这么多但是呢也会对这个财报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这个长期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专家分析说这个高关税可能会加速全球供应链这个去美国化，可能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促使这个中韩欧企业构建这个独立生态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芯片的一个地位。所以说呢，从这个消息面的话，再从这个技术面的一个结合的话，那下一周我们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呢，就会看这条白线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呢是从这个技术面啊，加上资金啊，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oinbase 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呢 ，Lucy 在这一轮的一个这个下跌过程中，看到了一些机构低吸的一个 K 线，那它同时呢是在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附近，所以说出现了一轮反弹。但是 Coinbase 呢，它的一个反弹就比较弱了啊。这个呢一改之前啊上一轮的一个拉升，那等于说这一批资金啊都已经在高位去减仓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这个 Coinbase 它走势是比较弱势的。那如果说我们交易 Coinbase 的小伙伴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股票？那我们先看一下，其实呢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区间呢，就是在这个筹码峰的一个区间内，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比较集中的啊，来了一些资金，而且这些资金呢其实有对上方的一些资金呢有抛压的一个这个承接的一个作用。那它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筹码峰原来是这么这个峰尖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它现在有呢减到了一半，等于说这个高位的一个筹码是有松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松动不代表说这些资金啊这个去买了这个位置，等于说它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割肉了，也就是说这一批人啊可能是割肉了去下方去买，但这里边肯定有一部分是机构资金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是降低了自己的一个成本。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去交易的话，我们的一个交易思维呢，就是你要跟机构站在一起，你就必须得他在这个区间去买的话，我们也要在这个区间，就是它比较接近于下沿这个位置再去买。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的话，就是还是要去等待它的一个回调结束。那哪怕说它在这个地方再出现蓝色 K 线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个低吸也是可以的。所以 Coinbase 的话，最近呢，如果说你是在这儿买或者在这儿买，这个高点呢是去到彩虹带这个空头边界的一个下沿之后呢，出现冲高回落。所以说短期呢，它的一个差价的空间呢就比较小。但是下一次的话，我们再等去做它的一个空间呢，就要等到它的一个机构的一个低吸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它的下边界呢应该是在280到300之间啊，这个地方。那这个是 Coinbase 的一个分析。当然现在呢，其实 MACD 的话是到了一个水下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水下呢，目前还没有出现金叉。那它出现金叉的话，如果说小小的 K 线啊是这样的一个反包的话，那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去试探这个边界，大概是338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试探啊再来一次到这个空方带这个位置呢，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中轴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其实它参考缺口这个位置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 Coinbase 的话呢，现在短期还是这个等一等它的一个节奏。那我们来看一下70月 K 线的话呢，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70月 K 线它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冲高回落啊，等于说这个月呢它一直都是下跌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月 K 线这个地方呢是离这个彩虹边界的一个上边界有一点远，所以说它现在的回调可能没有到位。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移植到日线的话，那我们就要等一等它尽量靠近下边界这个位置能否支撑住啊，这个是 Coinbase 的一个节奏。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CRM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这个股票呢，其实是 Lucy 想说，它现在日 K 线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白色 K 线，加上聚宝盆的一个走势，聪明资金呢已经在这里介入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它是一个日 K 线抄底的一个动作。那为什么会提到 CRM 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横盘震荡的一个阶段呢，我们有财生朋友呢是有关注到 CRM， 当然呢，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呢是比较好，这个难拿捏的啊。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然后呢黄 K 被跌破之后呢，这个波段就结束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等这个抄底的一个信号呢也没有，但是现在啊它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9号 K 线呢226.4毛8呢是它近期比较低的一个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机构它的一个这个流入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不要说看它现在已经一根阳线涨起来了，等于说它的一个买点呢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本周的话呢是有它的一个这个买点的是在周五。当然它现在呢反弹的一个位置呢又没有来到这个空头这个区间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所以说其实呢下
下一周的话是有这个回踩的一个机会呢，给我们上车的。我们来看一下日 K 线 CRM 它的一个这个股性是什么样的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同样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白 K， 然后这个位置有白 K， 等于说它等于在同一个这个水平区间，但是呢，它会出现一个低点呢，等于说226这个位置呢是近期出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上一周呢去给大家去讲到这个顶背离，那本周呢 Lucy 会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底背离，也就是说现在呢它出现了一个底背离的一个情况，这个位置呢是没有出现一个新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日 K 线的一个底背离的一个跨度就比较大。但是它出现底背离和白 K 的话，有一个我们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的一个共振，所以呢 CRM 的话应该还算是一个近期来说震荡过程中呢能低吸的一只股票。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看一下60分钟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下一周的话，如果说有喜欢 CRM 的小伙伴，他在这个地方如何去买，这个是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用等辫子了，因为辫子呢这一周已经出现了。那下一周的话，我们只要等60分钟的一个止跌信号，那它的一个止跌信号呢会出现啊，比如说这种单针探底的一个走势，或者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构低吸，那就是蓝色 K 线比较明显了。那也可以说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方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跟进。所以它的一个位置呢应该是大概是在这个彩虹边界的一个上边界的一个附近。那它的一个价格呢应该大概在240左右的一个位置。那现在高点是244嘛，它如果说回落一点的话，在这根阳线出现止跌的话，那大概应该是240附近啊。所以这个就是 CRM。如果说这个想要去现在高低切换，从高位出来的一个这个资金呢，不知道去买一些什么股票的话呢 ，CRM 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只低吸的一个位置。那像我们的一个这个聚宝盆，这个60分钟呢出现过白 K， 等于说本周呢是出现过抄底套餐了。你看这个60分钟它是白 K 嘛，日线也是白 K， 等于说这个位置是共振的，所以说它后续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的话，它就会依照这个空方带黄色的一个区间呢会去这个突破，然后我们再去跟踪这个 CRM 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阿斯麦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本周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的财生朋友有去分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 K 线的话，你看到聚宝盆，那就可以抄底的话，你是闭眼买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本周的阿斯麦呢，它的一个走势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喜人的，它没有出现我所说的这个希望它能出现在这个颈线位的一个回调缺口的一个回踩，它是连续的一个上行这个4号、5号、6号这个都出现了一个这个黄色 K 线，包括呢股价其实是连续拉升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它遇到的一个这个压力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总结一下呢，像这个缺口的一个压力呢，是现在看来是存在的。因为它周五出现了一个回调嘛，当时这个 Lucy 的一个盘前的一个广播呢，也会给大家去写到说它现在无限接近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上沿，包括呢它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机构成本线。那这个绿的就是我去参考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会去找一些共振的一个点，等于说我们不是用彩虹带去单独的去看，我们还要去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个技术，这样能提高我们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胜率。那在这个5号、6号 K 线的这个位置呢，首先它是出现了一个黄 K， 然后呢，我们知道彩虹带的一个末端，它黄色的一个末端的话，它一定会出现那种就是交叉的一个辫子，因为股价它出现拉升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动态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其实呢，阿斯麦如果说你第一轮没有跟上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机会来了，它的机会就在于下周它的一个这个止跌的一个信号，然后呢就是它能否这个继续上涨突破这个机构成本线。但我想这个呢应该是大概率的，因为它现在股价已经从这个位置拉上来了，而且它没有必要说再跌回去出现，所以呢辫子是应该是100%会出现的。而且呢它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 MACD 呢是一个金叉然后上行，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龙头引力也是出现聚宝盆，等于说上一周的话它是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共振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下一次我们再遇到这样的一个股票的话，大家就可以说金叉加上聚宝盆再加上这个反弹修复这个彩虹带呢，也是一个买入的一个点。那在这个地方呢，阿斯麦的话
呢，下一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止跌信号的话，再去拉升呢，它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它有可能会突破这个机构成本线，再去这个试探上方的一个缺口。那如果说上方缺口的话被补掉的话，那它就是新一轮的一个拉升。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周线啊，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周线我们去发现了它的一个这个位置呢是在彩虹带边界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出现了蓝色 K 线，等于说它有一个3个信号的一个阵。那我们下一次就知道，就是在这个彩虹带加上我们的机构低吸这个位置啊，你有3个共振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拉升的一个幅度还是蛮大的。我们从阿斯麦这一周的一个走势就能看得出来，3号 K 线是它的第一根 K 线啊。你可以看，你说你的波段3天到5天的话，其实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就是比较强悍的了。如果说能在前面就发现它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说你看到周线的话，它能决定1周2周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呢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去做波段的一个这个分析。所以说你喜欢就是不能盯盘，但是想做个3、5天的这种的话，你就可以去看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周线的一个股票。所以说这个就是阿斯麦给到我们的一些案例的一个这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我们粉丝朋友呢希望分析的 SMR。那我把这个日 K 线打出来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明显的看到呢，近期连续6天的一个机构低吸，而且呢它是这个现在是在空方带，也就是说它现在的一个股价呢是34这个位置比较接近于机构成本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在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有一个第一个支撑位，那这是第一个这个信号。那我们来说近期分析呢，说咱们粉丝朋友是想问波段有没有低吸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它的一个机会是在下周。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它现在不是说我现在看到了它是回调的一个过程，我们财生朋友都知道Lucy 在讲课的时候其实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走势情况，它出现6，等于说后面还有7、8、9。如果说7、8、9这3天的话，等于说就是下周的周1、周2、周3。如果在这个地方呢7、8、9它还带一个缺口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一个反弹呢就不远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等下周3天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看到它有这个缺口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周2或者周3的一个盘中的话呢，你去低吸，那这就是它后面的一个机会。你说如果说本周的话，你想去抄底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节奏。那6根 K 线的话，等于说它这一轮回调还没结束，至少要再等到9TD9 出现才可以。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字呢，就是这个彩虹带它的一个趋势现在改变了。它原来是多头趋势呢，那就是多头比较强势一点，但是它下跌的话过程中呢，空头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变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等于说我们去看的呢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这个就比较清晰了嘛。只要你看到蓝色 K 线，机构在这个地方呢是频繁的有这个低吸的一个情况，我们只要等到那一个时刻再去买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判断。那等于说它如果说再出现7、8、9的话，那日 K 线呢就比较接近于低洼区了。当然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再等聚宝盆的话呢，有可能不一定出现，但是呢它如果说出现聚宝盆的话，它的一个力度会比较大那我们从 K 线来看的话，你想做短期波段的话呢，就像我说的7、8、9的话，你还是要再等一等。但是它如果说没有缺口的话，一定要等到9号 K 线出现然后再说这个呢就是对 SMR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BBAI 的一个走势。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粉丝朋友呢想要分析的其实 BBAI 呢，我早在这个过程我们去内部课的时候讲过我给我们的财生朋友去讲过它的一个反抽的一个位置。当时呢它是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蓝 K。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没有我们的一个财生系统的话呢，你可能看不到这个蓝色的。但我当时给大家去分析的呢是这个地方是一个 M 型，如果说 M 型的话，这个颈线位没有破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弹。那所以呢它就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走势M 型这个位置反抽了之后再下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反抽之后这个2次又出了一个小的一个 M， 然后呢出现跳空。那 BBAI 呢，它这只股票呢，它一个股性呢就是比较灵活的，就你必须得是用这个日内去操作的。因为什么呢？它的一个机构成本的这个筹码峰不是很
坚挺，因为你要持股呢超过5天，它才会出现红色，而这一堆呢都是白色的，等于说它持股都没有超过5天。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比较一些灵活的一个资金呢，它去做一个日内的一个交易。所以被 BBAI 的话呢，它这一次啊，它的一个支撑位呢是这个机构成本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成本线对于我们的一个波段或者说趋势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重要的。它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呢在机构成本线这个地方呢是低吸啊，然后出现了一个反抽。当然这条线呢就是一个这个撑压互换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支撑啊，这个位置也是支撑，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压力，是因为什么呢？它在这个地方是跳空下来的，所以呢它的一个支撑呢就是它跳到下方之后呢，它在这个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呢是受到了支撑，然后反弹。所以现在的一个股价呢，它有试图去突破这个支撑线。那下一周的话，我们要看到它是不是真的突破。那我们判断它真假突破的话，我们的财商朋友就知道了，你在这条线上边要站稳2到3天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大家要知道啊，这是一个跳空缺口，所以说缺口的一个压力呢会比较大。那如果说啊，这个股价它比较灵活的话，它有可能会打到这个6块5这个位置，就是说它会触及一下它的一个点，那我们的一个空方带就起到了一个作用。它如果说触及到这个位置的话，你看上一次是在这儿，然后呢最开始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说6块5这个位置呢，下一周如果到了的话，是一个高点减仓的一个位置，然后它再出现回踩的话，不破6块钱可以低吸，但是如果破了的话，那你肯定要再等啊，等机会。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位置呢 ，BBAI 的话呢，它等于说现在这个单阳不破呢，还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所以下一周的话，就等看它6块钱上下的一个动作。但的一个空间呢，如果说到6块5的话，也就是不足10%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要交易的话呢，还是要这个盯紧一点啊，这个日 K 线。那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